今天来详解鲜奶刀切小馒头。一般一看到这个形状，孩子们基本都能喊出名字，因为据说这是非常经典的小学生校园主食之一。撕开之后层次分明，丝丝缕缕，非常治愈，比面包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们来手揉这个馒头面团，来掌握技巧，你也能做出水光肌不塌陷的奶香小馒头。今天的课程依然是很详细，我舍不得删去很多的细节，千万别嫌长，我陪你。第一步，来混合液体。把牛奶融化细砂糖和酵母，给它搅拌均匀，充分混合，加1勺奶粉，增加奶香味儿，搅匀。做馒头的话，用中筋粉就好了，熟粉可以用低筋粉。假如中筋粉是支撑馒头发酵的框架，那么低筋粉呀，又是可以让馒头组织更加细腻的填充物。馒头面团比较干硬，液体不要一下子倒进来，一点一点倒啊，把面粉均匀的打湿，然后搓成面絮。有点比较干燥，不要等啊，不然面絮就干了。赶紧把黄油抓进来，黄油可以用其他油脂替代。把面絮团起来，馒头面团就是这么硬，不要贸然的加水啊，放心，蒸出来它就不会硬了，你就相信它一定能成团。挤压、揉按、撕开，用潮湿的内部去沾干粉。揉搓的时候手肘不要弯曲，否则会很累啊。手肘伸直，上身的力量压到掌根。一直搓到看不见干粉，好了，揉不动了吧？歇会儿啊，盖上点，给它保湿，松弛5分钟再揉。揉任何面团都要掌握巧劲儿，一直去揉，面团就很紧，你不如稍微等一会儿，它就又柔软好揉了。好，这个时候咱们接着去搓它，先把它搓开，搓薄，把面团搓开摊开的目的还是为了混合食材。接着呢，搓一会儿，我们把它卷起来。面团是比较硬，所以我们分开揉，分段揉，给它搓成这种长的形状，然后一段一段的去搓，就会比较好揉些。那不要添加水啊，不要为了让你轻松去添加水，因为如果水分太多的话，你最后烤出来的馒头蒸出来的啊，不好意思，非常容易塌陷，而且口感发黏，不蓬松。那么我们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去给它搓，搓到表面很光滑了。这个时候面团又紧了，我们把它团起来，再次给它收圆收扁，继续再松弛一会儿啊。这时候表面你看还是有一点粗糙的，再给它松弛5分钟。这会儿你看它又软了啊，这就是松弛的意义。那我们继续啊，再给它最后搓一波，这是最后一波。所以大家想要这个小馒头表面光滑水光肌的话，那你一定要把它揉搓透。还是像刚才一样，把面团先给它搓长，然后分段去揉搓，用身体的力量支撑你的手，手肘不要弯曲，掌根去用力，搓长搓扁，慢慢的去搓。你看这一会儿啊，表面就光滑了。接着把它再团起来。再收圆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发酵了。小馒头实际上不会像面包一样发得特别的松，那么就是半发酵的状态。那么我现在呢，在室温下给它发酵半小时就可以了。我家的室温呢大概是25度，半小时后这个面团其实已经发到1.5倍大了，并且它塑形非常强。这时候不要揉，你现在一揉面团又紧了，你看它底部已经发开了啊。我们趁着这个松弛的劲儿给它擀开，撒低粉，然后表面底部都撒上。有一些小动作对擀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擀之前你用手先去按压，把它按压平整，厚薄一致。接着呢，你擀的时候先擀长，擀长的时候两头不出来啊，两头稍微留一点面团，把它横过来，你再去擀两头，你这个面团是不是就可以擀成一个长方形了？它两头是不是就不会很尖？擀的时候也要顺着面，不要从头擀到尾，分段，哪边厚擀哪边，把厚的地方往薄的地方去挤压，把凸出来的地方往凹的地方去挤压。你也要用心去体会这个面团的力量。那么你正面擀一擀，感觉擀不动了，有一点紧了，你可以把它翻过来，用手啊稍微整理一下，接着去擀。或者是横着擀不动了，你再竖着去擀，给它擀到很薄，基本上没有气泡的感觉。接着我们开始给它折叠，
你想要这个小馒头是层次分明的、非常光滑的、没有气泡的组织，那么你就需要给它反复的折叠2次，再撒上一些低粉啊。实际上，如果你感觉到你的面团比较软，这一步呢，你可以多撒一些低粉去吸收水分。接着把它3折，然后边边角角稍微给它拉一下，拉成一个非常规整的长方形，然后给它翻过来，把两头啊用手给它捏牢，这样擀的时候不容易把两头擀得特别的突出，再给它擀长。这个时候宽呢就是自然的一个伸展就行了。实际上这个擀面的过程就相当于馒头店的一个用压面机去压面的过程。就是你擀这个面团擀得越薄，它的气泡就会越细密，做出来的馒头呢就越不容易塌。擀长后再一次3折，尽量把空气都擀出来啊！你就会发现这个长方形现在越来越标准了。咱们把它最后一次擀开，把面团尽量给它擀到没有气泡，然后给它擀扁。如果有气泡的话，你可以拿牙签呀或者剪刀给它戳破。会不会有人说一个小馒头你把它做到10分钟，是不是有点太漫长了？实际上啊，你想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有的人不想看。那对我来说，肯定删的越多越好了。有的时候对于新手来说，这面团你想擀到你希望的形状，确实是很费劲。那么我在以前学习面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花钱找过老师嘛，所以完全就靠自己去琢磨。也确实是很多细节自己不知道，然后非常的想知道老师傅是怎么做的，但是我苦于没有途径。那么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自媒体获得的途径非常多，为什么有的人还是做不好面包？我真的是非常想把这些细节给你们展示，我也希望你们能耐心的看那一段长视频，对咱们的耐力来说也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成长。擀到视频上的长宽，然后给它卷起来，把面片啊纵向的去卷，然后从上到下紧紧的卷，开头的这一小部分一定要给它卷紧实，一边拉伸一边卷一边捏紧，一点空气也不要给它留，非常紧的把这2、3圈先卷进去以后，后边呢就可以慢慢的往下边滚边卷边捏。要给它拉伸着点啊，卷的时候也是记得要把空气赶出来。你想让小馒头组织很细腻不塌，那这一步也是不能偷懒，卷一卷，然后用手给它抓一抓，让里边更加的紧实。你可以一段一段的卷下来，最后给它收一下，两头往里稍微挤一挤，你会发现两头是有一点松的啊，给它挤压一下。卷完之后是有点短的，搓长一点。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哪里粗，从哪里下手去搓开，一直给它搓成粗细均匀，大概是至少50厘米的一个长条。那么我们平均给它分成10份的话，每一段是5厘米，它稍微宽一点，这个馒头立得住，不会东倒西歪的。我们先把两头给它切下来，切成比较平整的，然后1分为2先。接着呢，每一段切成5份，每一份大概5厘米。切的时候要宽一点。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啊，你要想把它切宽，是不是第一步卷之前这个面团就要稍微有一点宽度，你再往下卷。如果你非常窄，卷完以后它的这个长条是不够长的，你要使劲的给它搓长的话，又会让它内部啊变得很松散，因为它里边是一圈一圈的嘛。但是擀得太宽，你给它卷起来的时候也非常容易挤入空气，因为它太长了，你操作的话就会增加难度。切好了小馒头，给它发酵一下，底下的水稍微温一点啊，发酵20分钟。大概发酵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手啊拿这个馒头拿起来会感觉到它有一点轻飘飘的，并且它明显的膨胀了，有一点大的痕迹就可以了，不要发太大。然后我们给它蒸，所以馒头想要水光肌，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个面团一定要揉透，给它揉得特别光滑。那么想要不塌陷，你的面团含水量就不能高，发酵不能过大，擀的时候要把空气排出来，蒸的时候也不能火太大，也就是说中火就可以了。给它蒸熟了以后，可以焖2分钟。这些技巧你都掌握了没？我希望你可以试一下，艾特维莎妮做面包交作业吧，下期见，拜拜。